与此同时，在截教的仙道上，端坐在人群前的赵公明禁不住打了个哈欠。看这些小弟子斗法当真无趣，倒不如去海神庙再去找那位海神老兄探讨下没有几万年这伤好不了之道。这次带着穷小美子一起过去，让她多跟南海海神交流交流，以后说不定能少吃点亏。宝图乾坤，一处偏远山林中，李长寿坐在一块大石后面，与他被一同射进此地的熊灵力就是那块大石。范围有限的地图，一群被关在里面的人要去找寻宝物，相互遇到之后还要斗个法，分个输赢上下，这情形似曾相识啊！我要不要跑个毒啊？而这种模式让李长寿突然想起了自己上辈子常玩的游戏。那游戏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名称，比如落地成盒、某牌快递、伏地者的狂欢盛宴、狗地求存等等。当然，这里并非是什么游戏。李长寿的仙识扩散出去，已经搜查到了不少陌生弟子的身影。最初大家都十分谨慎，互相之间彼此稍作试探，就迅速的互相退走。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就算是斗法，大家也都是分个上下，不可能爆发血战的。明智之举就是去搜罗宝物，这样才能够稍微稳妥一点。当然最稳妥的就是如同李长寿这般，就近找一个角落隐藏起来。李长寿决定稍后再找一个更隐蔽的位置继续藏身，拖到最后。但是李长寿也不由多想了一些，这个去字到底是什么含义呢？若是前面再加一个我字，不同的音调就有不同的语义，与卧槽二字有同等的奇妙。表兄，正抱着膝盖蜷缩成一团的熊灵力小声地问了一句：咱们要在这里躲多久啊？躲到最后。李长寿传声，心里再默念500遍表兄，莫要暴露我这具化身的行踪。哦。熊灵力认真地点点头，闭上眼睛开始一边默念一边数数。李长寿左掌张开，摁在长满了浅浅绿草的大地上，仔细地感受着。他在古籍里曾经读到过，想要练成一小方天地，最基本的便是五行圆满，阴阳均衡。自己的遁术在这图中小世界可以随意的施展，只是这地有些单薄，这天也有些低矮，自己不能用力过猛。要不要去帮一下有毒师妹他们？若是门内能够多得几件灵宝，也算是好事。李长寿思索了一下，打消了这个想法，决定自己藏身起来再说其他。是时候展现真正的藏身术了。等熊灵力小声道一句：表兄，我默念完了。灵力，你会不会遁术？不会。那无事。稍后我在土中行走，你听我传音，在表面行走，我们去找一个地方藏起来，避免跟这些人起冲突。好。熊灵力乖巧地应答一声。李长寿施展土遁，藏身于地下，给了熊灵力一个方向，让他在明，自己在暗，朝着宝图小世界的边缘而去。若非外面高手太多，李长寿无法肆意施展神通，那肯定是熊灵力在明，指道人在暗，而他的本体躲在指道人身上，这样的安全系数才能再高一点点嘛。本来玄都大法师还颇为期待，想看李长寿遇到其他人跟其他人斗法，展露出一些神通法术。当李长寿钻进土里，与熊灵力一同行动，玄都大法师暗道：这家伙果然有意思。继续盯着李长寿看了半个时辰，渐渐的，玄都大法师的心底也不由得泛起了些许疑惑。他在躲什么？这里除了他以外，
也就2、3个真仙境。终于，当李长寿在一处山谷找了个石头缝隙钻了进去，并在石头外面布置了2层障眼法，让熊灵力躲在了100丈外的另一处石坑。玄都大法师嘴角的笑意全无，还禁不住抽抽了几下。不去找人斗法扬名立万，躲在这里当木头人。玄都大法师略微有些哭笑不得，但是随之却突然有些明悟。这家伙倒是跟老师的脾性有些相似，这或许便是他得老师关注的原因之所在吧。但玄都大法师不动声色，手指轻轻晃动，宝图之中2只在李长寿藏身地附近的妖兽齐齐一哆嗦，从各自刚暖热乎的心窝中冲了出来，翻山越岭，朝着那处山谷而去。几乎这2只妖兽刚有行动，李长寿的仙识就已经锁定到了这2只妖兽身上。妖兽是指不愿意或不能化形的妖中走兽，一般也是吸食日月精华增进修为，不少妖兽灵智未开蒙，但是斗法杀人十分厉害。此时冲向这处峡谷的2只妖兽，实力便是在元仙境上下，本是给那些弟子磨砺所用。李长寿的心底暗自计较，已经发觉可能有人出手想试探自己。想了想，李长寿在袖中取出了2瓶比较低阶的毒丹，同时对熊灵力传声叮嘱2句。熊灵力立刻跳了出来，扭头在山壁上猛砸2拳，打出了一大片碎石，在其中找了几块顺手的。少顷，2头妖兽冲入山谷，妖气滚滚，嘶吼不绝。一条数10丈长的青花巨蟒，一头肋下生有双翼，身周缠绕着一股股黑烟的妖虎，齐齐盯上了熊灵力。熊灵力一言不发，铁塔的身躯蕴含着惊人的力道，提着2块巨石盯着那2头妖兽。2头妖兽毫不犹豫，嘶吼着冲向前来。被这边动静吸引，也只有数10道仙石探查而来。这些仙石只见一头妖虎飞在半空，一条妖蟒在地上游走，几乎不分前后，已冲抵熊灵力身前50丈，转眼就要扑到了。正此时，李长寿不紧不慢地传声：“砸！”他话音刚落，2头妖兽动作一顿，那妖蟒仰头嘶吼，那妖虎直接一头栽倒。熊灵力一个转身，双手抡圆2块大石，朝着前方脱手猛甩。2块磨盘般的大石带着急促的破空声激射而去，妖蟒头部被砸扁，庞大的蟒躯朝着后方仰倒。而那妖虎更是凄惨，被大石直接砸在地上，浑身抽搐几下，蹬腿没了动静。搞定。李长寿从始至终屁股都没挪一下。那些观察此地的仙石纷纷赞叹熊灵力之神力。宝图之外，玄都大法师抬手揉了揉自己的眉心，暗中摇头，继续找周围的妖兽凶兽。我还就不信了，今天就逼不得李长寿出手。很快又有几头妖兽朝着这山谷冲来。李长寿眉头一皱，招呼一声，正对着那妖虎和妖蟒流口水的熊灵力，几乎没多想就逃了。李长寿躲在暗中指路，熊灵力撒丫子在地上狂奔，2个人迅速又赶至了一处隐蔽之地。既然边缘不能待，那就只能够战略转进。连续2波妖兽冲向自己所在的位置，按李长寿的推断，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而为，那就是躲藏在边缘的惩罚机制。如此众目睽睽之下，想对宝图乾坤做手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很有可能这种情形就是这次大会的隐藏规则之一。这位云中子前辈倒也是考虑得十分周全呢。仗着自己仙识探查较远，李长寿运转风雨咒，备好蛛丝网，施展土遁，跟在熊灵力的身后。
很快，熊灵力奔到了一条大河的河畔，在一处河边山坡找到了一处被河水冲刷出来的大洞，与李长寿一同躲入其中。李长寿布置了2层低阶的障眼法，用仙识继续观察方圆500里范围。这一次，他们已经处于众多炼气士活动的范围圈，并位在边缘位置。这种程度的炼气士斗法，自己并没有暴露底牌引来关注的必要。熊灵力努力地蜷缩在角落中，低头看着李长寿。表兄，咱们要一直躲着吗？看情况。李长寿笑着道了句，忽然听到了一阵雷霆轰鸣之声自熊灵力的甲胄中传来。熊灵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刚才看那2头妖兽看饿了。那2头不能吃的。李长寿拿出一瓶丹药，那饿了就吃1颗。你按理来说应该辟谷了才对啊。现在我不吃也不会饿死了，但是如果不吃肉，身上就没有多少力气。熊灵力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着，他在山上也经常饿肚子，毕竟大家辟谷之后大都不爱吃东西。李长寿点点头，大概明白了巫人的体质。他正要继续询问，仙识突然捕捉到又有3头妖禽在边缘区域飞出，朝他与熊灵力这个方向疾驰而来。李长寿挑了挑眉，立刻排除了此前边缘惩罚机制的猜测。剩余的几个可能中，一有人故意为难，巫人血脉对妖兽有额外的吸引力，概率最大。灵力，你经常狩猎打过鸟吗？熊灵力立刻点头，喜滋滋地回答着。当然打过，我们寨子都会打猎捕鱼，打鸟摸鱼人人都会。不过打鸟的时候都是用一些叉子扔出去，我身上没带。我为你做一些就是。李长寿随手对着外面一招，一股股河底泥沙涌来，在李长寿的双手之间迅速凝成了一只只土黄色的3角长叉。每一把叉子李长寿都特意的加粗加重，质地均匀，手感出众。熊灵力在旁边看的是一阵兴奋。哇，海神当面显灵了。李长寿将这一捆长叉递给熊灵力，正色道：有几头大鸟正在飞过来，看你的了。也不要有压力，若是你应付不了，我自然会出手。熊灵力抿着嘴，大眼中满是亮光，对着李长寿重重的点头，低声道：表兄，我一定会守护好你的。李长寿露出了几分微笑，摆摆手，熊灵力抱着那捆长叉冲出了藏身地。片刻之后，洞外传来了急促的破空声，紧接着就是那几头妖禽凄厉的叫喊。李长寿在土洞中收起手中的瓷瓶，仙识也捕捉到原本正追逐那几头妖禽的10多名炼气士已经四散退走。3头花花绿绿的妖禽砸落在100丈之外的林子中。熊灵力看着这些妖禽发了一会儿愣，擦了擦嘴边的口水，老老实实准备回洞中。就听一缕传声入耳：去将左边那只妖禽的翅膀砍下来吧，我们换个地方再给你烤了充饥。这种妖禽名为彩羽大锦鸡，翅膀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熊灵力顿时欢天喜地地冲上去，动作麻利地拽住那头一展3丈余长的妖禽翅膀，脚踩着妖禽尸身，用力猛拽，妖血四溅呐。片刻之后，熊灵力将2只1丈长的鸡翅膀夹在肋下，风风火火的一阵奔驰。沿途那些3教仙宗出身的炼气士见了，尽皆退避三舍，大多是目光发愣，不敢向前提半句切磋。这种场合自然没人敢偷袭了，每个人都要表现出君子风范，翩翩有礼，哪怕是要出手争夺宝物，都要提前的喊一声，说自己要动手了。半个时辰之后，在一处林间空地中，
熊灵力乖巧地坐在一条狭长的火堆后，左手握着一把3丈长的土叉，土叉上串联着2根长过1丈的洪荒特供超大鸡翅。此火并非凡火，是李长寿炼丹偶尔会用到的断明真言，威力中等。李长寿正藏身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中，静静地观察着四周，思考着自己此前的遭遇。熊玲玲拿着一些自备的盐把调料，大手肆意挥洒，动作十分熟练。她不断地舔着嘴唇，还开心地哼起了逍遥仙宗的宗歌。静静河边草，乌龟岸上跑，为啥跑不快呀？头上长青草。若旁人听到这歌谣，定会觉得逍遥仙宗门内的风气竟然如此混乱。但是李长寿不同，他听得略微皱眉，心中计较着，外面可是有几位大能跟龟有关，截教本就有一位龟灵圣母，这种能注意的细节自然是要多多注意。李长寿道：换一首歌来哼。哦。熊灵力缩了缩脖子，乖巧地应了一声，本不敢说话，但又觉得可能海神想听他唱小曲儿呢。很快他又找了找调，哼起了逍遥仙宗的第2宗歌。